在市级店屋里面就好像一个家庭这样。哇，真係攞嘛！这里是挺古色古香了，你就觉得你就回到可能几十年前这样子。我小时候是住在这边，因为我们可以串门走来走去。店屋有地下室，其实我还是蛮惊讶的。从高处俯瞰，这一整片红彤彤的屋瓦，都是被保留下来的店屋。这间开在泥路的茶艺馆，因为它古朴典雅的气质和光辉的历史，吸引了不少访客慕名打卡。茶艺馆的掌舵人是个年轻人。一开始加入的时候也没有对茶特别有兴趣了，但是现在进进出出也做了这么久了，开始有一点点改观了。39岁的李凡，小时候常来父亲的茶艺馆帮忙，培养了对茶文化的独特品味。喝茶其实氛围是很重要的，如果氛围不恰当，那个茶也不会好喝。它这间店屋，它的桥梁什么东西都是木质的，我就还挺喜欢。我们也没有怎么去改过它的氛围。如果你搭进我们的茶馆的话，就是35年前的样子了。茶艺馆的氛围始终如一，但它的样貌曾经和现在截然不同。为了国家的发展，过去许多古老店屋被拆除，以建设高楼。直到1980年代，政府意识到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这里是市区重建局第一批试点修复店屋，第一间修复的就是泥路9号。他当时的情况其实是蛮糟糕的，就是他的那个木横梁其实已经破损了，然后屋顶这边也一部分已经坍塌了，万一一不小心，它整栋楼可能就会坍塌。所以我们就进行了研究，是不是要增加支架啦，来保护它，才可以换这些部分。我们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是可行的。店屋换上新貌，大约是36年前的事。当时，李凡的父亲李炳轩和12个茶友恰巧路过泥路，一眼相中修缮一新的店屋，合开了牛车水的第一间茶艺馆。我曾经看过那一排店屋黑噜噜的，当时刘泰克先生就把这间店屋成为一个 Cinderella， 就是说他要把这一边像灰姑娘一样，把它变成一个耀眼的公主。结果的确如此。灰姑娘华丽转身后，市区重建局在1989年将牛车水列为保留区，分为4个小区，包括五级巴书、牛车水、直落亚裔和丹绒巴葛。茶艺馆就在丹绒巴葛小区内，属于第一过渡期店屋风格。这种2层加阁楼的店屋结构讲究中轴线和对称，外墙上嵌有中国图案的浮雕和中文字，体现了华人传统建筑特色。
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原装，几乎有新加坡100年的这个味道吧。那么我们茶也是一个有1000年的历史的东西吧，所以喝茶你就必须有一个有文化、有历史底蕴的一个地方，更能够表现茶的味道。开业没几天，茶艺馆就接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外交部跑过来告诉我，英女王要来，非常兴奋啊！我们就在想，英女王来了，我们要给她什么呢？因为我们茶有2个层面，一个是味道层面，一个是观色层面。所以我们选安七的黄金桂，符合了我们喝茶的4大部曲：观色、闻香、酌味、审韵，都到齐了。所以伺候英女王应该非常有把握吧。尼禄9号仿佛是一张独特的名片，许多外交名流和政要成了座上宾。新加坡约有6500间受保留店屋，建于1840年至1960年，分为6种店屋风格，分别是早期、第一过渡期、晚期、第二过渡期、装饰艺术和现代店屋风格。店屋和我国殖民历史息息相关。1822年，来福士的城市规划将新加坡河的南岸划定为华人居住区。19世纪末，中国发生内乱，不少人向南洋谋生，定居在牛车水一带。他们住在店屋楼上狭窄的隔间里，居住条件简陋。许多人加入宗香会馆，互相照应。位于5级8书小区的鹤山会馆，现在由李福华担任主席。通常星期6呢，会馆就是有一些会员啊、理事啊，过来这里聊天啊，上香给观音娘娘和拜拜祖先啊，喝茶啦，有时候就煮一点东西大家吃啦。这么多年来，鹤山会馆始终凝聚着会员们，这份渊源要从1939年说起。鹤山会馆最初在尼禄65号落户，属下的醒狮团赫赫有名。李福华小时候调皮捣蛋，10岁那年，他的大哥带他到会馆学习舞狮和武术，培养自律。当时会馆会员有100多人。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在那边练习，楼下学武术，2楼学舞狮。以前我们学武术，基本就是要站马步，站稳了，师傅觉得你行了，就教你一套基本拳。我们练完了，就走过去对面喝咖啡聊天。如果说亲切感的话呢，尼禄65号鹤山会馆哦，最有亲切感，也最有归属感。鹤山会馆搬来水车路已经40多年了。李福华每次来到会馆时，第一件事就是到祠堂上香。我的父母、我的哥哥、我的嫂嫂都有在里面，归属感是会有。带着我的老婆下来聊天，好像跟那些上了年纪的会员、理事在这边聊天呢，开开心心的，这样一天，要5、6点就回家了。鹤山会馆的店屋具有第2过渡期店屋风格，这种风格的设计简洁而流畅，
优雅的法式窗户呈现出对称美感。店屋比翻新前明亮许多，但依旧保留几分旧韵味。哦，这个门啊，肯定要保留的，因为这个是古，好像很久的门，现在是，我看是找不到了。你看，古色古香的，所以不要拆。醒狮团在1920年率先成立，随后才有了会馆。星期天早上，锣鼓声打破了水车路平日的宁静。不管你是福建人也好，潮州人也好，广东客家、海南，还是异族同胞，包括马来、洋人，只要你有兴趣，你们可以来参加。提出来了，然后我们开那个理事会，通过就行了。对吗？还有什么要求的？你们年轻人？大约200年前，来佛士城市规划明确规定，每间店屋前必须留有不少于5英尺的有盖走廊，华人称为五角基 （Gokaki）。鹤山狮以狮形猫步闻名，虽然店屋内外空间有限，但并不妨碍练习。空间很小，你可以用你的小步表现出我们狮子，就是说很窄的地方你慢慢动，很小的动。走，嘿，明白吗？李福华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会馆。年代不同，年轻人的思想不同，我们本身也要更新我们的头脑，跟这些年轻的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在店屋练习舞狮是非常方便的东西。这里的气氛真的有很像家的感觉，因为这里的老人家啊，好像我的父母这样，对我很关心啊。只要店屋一天还在，会馆就不会散。坐落在直落亚裔小区的安祥山，曾经中乡会馆林立，如今只剩下不到10间。80岁的冯立昭，尽管腿脚不灵活，但每周有3天，他都会特地从牙龙住家来到安祥路的店屋。西侨同乡会在1953年搬来这里，最鼎盛时会员有1000多人，大多数是做家庭帮佣的妈姐。那时会所是一栋破旧不堪的木质楼房，急需筹款重建。建好不久，你看隔壁2间啊，都是破旧。很快，那马姐多那份踊跃，因为他们什么就建起来啊。他们每个月5毛，那么1000多个会员可以收到500-600块啊1个月，所以1年就有6-7千块了。你那时候的建筑费是6万多块而已啊。冯立昭当时还在念小学，目睹了店屋从木质构造变为钢筋水泥结构，并从2层楼扩建为3层楼。它的窗户比例恰当，与立面的几何设计相辅相成，更注重功能性，呈现出现代店屋风格。店屋后方还增建了新设施。这个楼梯当年是为了防火，也是方便会员能够疏散的用的。后来人少了，这个楼梯就很少人走动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升满了青苔了。随着妈姐们陆续百年归老，会员人数也渐渐凋零。
辗转几十年，人事全非，让冯立昭感慨万分。现在安祥乡是宁静很多了，人少了，因为年轻一代对这个西桥没有什么感情。幼年的同伴呀，很多现在没有联络了，我觉得有点遗憾啊。冯立昭当年住在安祥路9号店屋，如今楼下是理发店，楼上则空置着。这是他结婚后搬家，时隔50年再度走进这里。这个门一样，跟以前一样，就是这边推过去，它关就把那个扇啊撒在这边。这边是第二个厅，那边是那个白鸭寮，完全不同了，变得太多了。以前我们看不到对面，从来没有想过，也想没有，应该没有机会进来啊。可是，一进来完全不同，觉得有点那个，这么多年变了。我自己也变老了。同样在安祥路上，38岁的李敬义经营着一间酒吧。几年前，每到周末夜晚，安祥山便会封路，变成时尚餐厅和酒吧区，这吸引了李敬义的注意。很多酒吧都会把他们的桌子啊、椅子啊全部摆在外面，在马路中间走，你看得到整栋店屋，真的是很漂亮，而且每一栋也不一样，你懂吗？颜色不一样，他们的屋顶也不一样，装潢也不一样。李敬义喜欢结交朋友，希望拥有一个专属的会客空间，便邀请大学同学 Mark Thomas 合伙开酒吧。两人选中的店屋，摒弃繁复的装饰，呈现出装饰艺术风格，融入了更多几何设计，注重建筑比例的美感。Mark 曾经在布鲁克林生活，对嘻哈文化着迷，店屋内外的涂鸦大多出自他的手笔。We wanted to create an energy and a vibe within the venue without too much added construction or any kind of modulation. Shop houses represent a link to our past, and rap music, R&B and hip hop, a lot of this may not be as super polished, it's more down to earth. It connects people of any creed and nationality or race, which is something we wanted to do. 一个负责经营，一个负责创意，二人一拍即合。李敬义最喜爱的就是这间店屋的地下室。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我要定了。一个地下室对嘻哈的酒吧来说肯定是一个加分的。我们开始想要做的东西是有一个就是好像有个 underground 的 party 一样，不过其实它的天花板蛮低的，我们觉得有点压迫感，所以之后我们就是只是把它弄成一个简单的坐的地方，然后还有我的厨房也在后面，然后后面呢就是我的后门，因为地形的关系呢，所以他们就地下室直接出去就是一个马路了。地下室在店屋其实并不常见，有些地方可能它的地势不一样，它前面好像那个五角基那个地方，它的路可能比较高，然后到了后巷，它的地势比较低，所以他们就基本上就是利用现有的空间，然后增建了那个地下室。
时代更迭，牛车水的城市景观在岁月流转中悄然改变。牛车水小区已成为各国游客必到的地方。丹戎巴葛小区则转变为一个美食聚集地。不论周围如何变化，茶渊一直守着那份宁静。李凡从父亲手里接过衣钵后，在店屋里传扬茶文化。在这里也差不多12年了，所以也是想保护它，就是保留了，然后传承。这个茶馆是有历史，也是有品牌的。我觉得反而是不要这么创新，就是一股怀旧啦。然后它就需要你慢慢的去细品。茶艺馆能够开在牛车水旁边，它也绝对是有一个独特性，它反映了华人的一个生活气息的一个歇息的场所。我希望我在的一天，我能够守住这个茶艺馆。